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身上都会有一些毛发。其实呢，对于男性来说，身上的毛发和肾脏有一定关系。若两处毛发浓密，说明肾功能还算不错。第一处就是头发，中医认为肾者其华在发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肾功能好，肾气比较充足，那么头发也会乌黑浓密。但如果肾气不足，那么就可能会有脱发、白发、头发干枯等问题，所以头发乌黑浓密，这是肾脏好的一种表现。第二处就是腋毛，很多人认为腋毛多很是难看，但是对于男性来说，腋毛多也是肾脏好的一种表现。不仅如此，腋毛还能够减少对皮肤的摩擦，帮助人体排汗排毒，可以说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。其实毛发也只是判断肾脏健康的一种方式，如果想要养肾，还是要从身边的小事着手，每天坚持运动锻炼，多注意饮食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。也可以常吃养肾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牡蛎、坚果等，对肾脏健康都有帮助。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很多人都不注意日常饮食，使血管出现堵塞、老化的情况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当血管出现堵塞时，很多人认为那就多吃一些洋葱和木耳吧。但是相对洋葱、木耳来说，下面这种食物对保持血管弹性、清理血液垃圾、延缓血管老化效果会更好一些哦。这种食物就是苦荞。苦荞是一种常见的粗粮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芦丁。芦丁具有抗氧化性，可以阻止血管受自由基的侵害。经常吃一些，可以帮助延缓血管老化，对保护血管有非常好的效果，可以说是血管的清洁工。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由于年纪大了，所以更应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健康。不妨多吃一点苦荞。除此之外还要多注意运动锻炼，平时在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有助。肺部是我们重要的呼吸器官，如果肺部受到损伤，势必会影响身体的健康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肺。养肺也就是养寿，那该怎么养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下面来看一下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中府穴。我们要先找到中府穴，在我们锁骨下面有个三角窝，在三角窝往下隔一个肋骨就是了。中府穴属手太阴肺经，按摩时五指并拢，用手指拍打两侧的中府穴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拍打3到5分钟。经常拍打中府穴具有宣肺理气、清泻肺热、止咳平喘的作用，能够帮助保护肺部，让身体更加健康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也可以按摩中府穴，对肺部有保健作用。按摩时用手指指腹稍微用力的按揉2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身体健康也大有益处。我们的肝脏是很脆弱的，生活中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使肝脏受损。那该怎么保护肝脏呢？尽量做好下面这几点。睡前不要吃夜宵。很多人有睡前吃夜宵的习惯，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改正，因为睡前吃夜宵会导致消化不良，不仅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也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让肝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，那么就很容易使肝脏受损。睡前不要玩手机，睡前玩手机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质量。如果睡眠质量不好，那么肝脏也容易受到损伤，所以大家要尽量改正。饭后不要运动。饭后马上进行剧烈运动也容易给肝脏造成损伤，因为吃完饭后食物中的脂肪以及蛋白质都要肝脏代谢，所以这样很容易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都说养肝如养命，若你有上面这3个不好的习惯，希望你尽量改正，这样肝脏也会。晚上睡觉会有夜尿频繁、尿频尿急的情况，如果不是因为睡前喝了很多水导致的，那么要小心2个问题，尽量别忽视。第一个问题，肾脏出现异常，因为肾脏对体内水液代谢有很重要的作用。而且我们身体中有一部分尿液是通过肾脏代谢的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、尿液增多的情况。第二个问题，膀胱炎。因为我们的尿液主要是储存在膀胱内的，如果膀胱出现问题，出现炎症，那么就会降低尿液的储存量，从而使人出现尿频尿急、夜尿增多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喝水，这样对膀胱健康有帮助。
所以大家出现夜尿异常的情况时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这样可以避免更严重的问题。椎酸痛、僵硬、很难受，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呢，教大家一套颈椎操，只需2个动作能够缓解颈椎不适。第一个动作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手臂张开，手握成拳，手臂稍微的向后倾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手臂向前伸展，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样反复练习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肩部、颈部的血液循环，放松肌肉，对缓解颈椎不适有很好的作用。第二个动作，平躺在垫子上，将双腿慢慢的向上抬起，然后尽量的往头部靠近，最好呢在头部上方落地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增强颈部和背部的血液循环，对颈椎有很好的锻炼作用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的练习10分钟，可以帮助舒筋活络，让颈椎更健康。说多喝水对身体好，但喝水的时间是有讲究的，多喝水不如会喝水。一天中最适合喝水的4个时间，堪称长寿水。看看你喝对了吗？第一个，起夜的时候喝1杯水。很多人觉比较浅，所以晚上会有起夜的习惯。这时不妨喝上1杯温开水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稀释血液，对心脏和血管有保护作用。第二个，睡觉前喝1杯水。睡觉前半小时可以喝1杯水，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帮助，而且还能够帮助提高睡眠质量，但是不建议喝太多。第三个，早起后喝1杯水。早上起床后喝1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还能稀释血液，对排便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第四个，吃完饭后喝1杯水。吃完饭后半小时喝1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还能够缓解便秘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幽门螺杆菌不用怕，用2种植物泡水喝，杀菌养胃，呵护肠胃健康。蒲公英，蒲公英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，蒲公英又叫婆婆丁，一到春天呢，遍地都是。蒲公英其实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具有天然维生素的美称，有很好的杀菌抗毒的作用。将它晒干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洋甘菊，洋甘菊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洋甘菊中含有一种糖苷类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，还有杀菌养胃的效果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呵护胃黏膜，预防胃部疾病，让口气也清新起来。俗话说，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不妨常用上面这2物泡水喝，或许能让胃部慢慢好起来哦。日常生活中，甲状腺结节是很常见的。如果出现甲状腺结节，首先要及时就医，然后平时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，少碰下面2类东西。含碘高的食物，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一定要控制碘元素的摄入。对于含碘高的食物，就尽量少吃吧，比如海带、紫菜等，因为碘元素会刺激甲状腺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辛辣刺激的食物，除了含碘高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不建议吃，因为这类食物会影响内分泌，刺激甲状腺，也会加重甲状腺结节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忌口。除了少吃上面2类东西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能够帮助化瘀散结。这种食物就是冬瓜。冬瓜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的功效，而且冬瓜中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对缓解便秘、排出体内毒素有帮助。有甲状腺结节的朋友，经常的吃一些冬瓜，能够帮助减轻甲状腺结节的生长。听说只有养成好的习惯，才能让人长寿。其实下面这3个看似不健康的习惯，也许也能够让你延长寿命。习惯1：晨起不着急叠被子。很多人认为早上不叠被子是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其实这样将被子摊开一会儿，可以减少被子上的有害物质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起床后可以先忙别的，不用着急叠被子。习惯2：站着吃饭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吃饭都是坐着的，其实站着吃饭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因为站着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对肠胃健康也有利。习惯3：长伸懒腰。
伸懒腰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一个很不雅观的动作，但伸懒腰却有很好的养生作用。经常伸懒腰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消除人体疲劳，而且还有养护心脏的作用，可以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相对来说呀会更容易长寿哦。别再以为这是坏习惯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